泰国的神婆啊 ，Palau 讲的，今年会有3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叫做 HJT。H 代表夏威夷 ，J 代表日本 ，T 代表哪里？就是台湾。但是它并没有说是战乱还是灾难。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最佩服、最准确的叫做小叮当，指引天使。指引天使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现在的 GPS， 就是它常常会导引到一个不对的地方，你要啰嗦，干脆把你关掉。可是没有它又不行。你要知道，哆啦 A 梦那时候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可能50年后会发生这样，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可是现在实现了。接下来关心2026年，有一些先知哦，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做有关于今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大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很多都是跟一个国家是有关系的，不管是灾难，不管是一个国家发生的战争等等。今天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有可能真的会发生，来小心布局的。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特别帮我们看几个预言家的最新预言，赶快来看。好，先是来看到这个是神鬼先知，16世纪的神鬼先知，他已经预言到说今年会有政治人物遭到暗杀，然后7国会爆发致命的海战。这个其实议题跟我们节目的调性非常的像哦。如果在今年真的不幸发生了海战的话，会如何影响到全球局势？我们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带我们看有没有可能真的发生。还有人，这个是秘鲁的人，萨满他预言说，川普可能在今年会生重病吗？好，接下来看到印度神童，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陆、韩国跟北韩、菲律宾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再来就是说，在今年也有人预言，这个是泰国的预言家，他说今年恐怕会爆发航空业的严重事故。坐飞机的观众朋友或者旅行的观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要得特别注意了？这一集绝对不可以错过。请教小孟老师，这一些预言里面哪一个可能真的有可能成真吗？对，因为像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像政治的垮台比较容易会有发生。为什么？因为今年是2026。然后2+0+2+6就等于10对应到我们的塔罗牌就是命运之轮，就是一个轮替。好，就是做好事的国家，它就会更好啊。但是如果说有背负很多业力的啦，或者是政局不稳定的，在今年特别容易会被摧毁。好，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像航空业，我是觉得还蛮容易就会发生，就是飞航的事故。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各地的那个气候越来越异常。好，所以其实像我常常看一些预言家，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像他怎么预言，答案都是对的。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嘛，暴雨一定都会发生嘛。对。好，还有就是像地震啊，是不是几乎现在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对。好，还有就是像一般过来讲，预言家有的时候他为了要点击率啦，所以负面的比较容易会让人家点。好，如果说我讲的是说台湾很好，就是整个世界各地会很好。奇怪，那个点击率就没有了。对，反而就是要比较有点恐惧感的，大家比较会想要去点击。但是，以这个命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气候的异常，好会带来的就是在2026很多通膨会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还有就是人心的不稳定啊，好就像是美国，就算它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经济很好，但是相对的，它的那个就是对立也会很严重。对，好，尤其像台湾也是对立的，就韩国也有。所以在我来看是说，比较共产的国家比较动乱，但是民主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呢。对，就是说，这种在野跟就是主事者，的角力也会更明显。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有在出国的人，就是在2026。我觉得会有那个人畜共通的，这是疫情，好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今年的夏天，好就是会更热，然后冬天就极端的，就是会更冷，还会更冷，所以那种传染疾病有没有会更多？所以小孟老师帮我们整理出有这个疾病嘛，然后就是气候异常可能造成的问题，还有通膨等等。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 TA 其实也很想知道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会有战争发生？是国际上面的战争。好，就是说以2026来看的话，是没有很大的那种战争发生，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个重点，就是没有什么战争，但是黄金却长成这样。好，这个是很奇特的。好，这是代表是说，我自己觉得是经济战。好，就是美国会透过像一些经济的方式，像关税啦，或者是他把这个美元，好，就是把它趋贬，
好，就是让全世界各地有没有，就是把那个通膨都制造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实质上的那种大国，像什么中国啦、美国啦，或者是什么俄罗斯在爆发一个很强的，或者是什么伊拉克，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我觉得并不会到那么强烈。经济战争是比较会是经济战。OK。好，那干哥有没有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哈，因为这个100年来很多预言，但是有一些预言是真的是神准，就讲画面上有的秘鲁的萨满，对，萨满真的是好准，你知道吗？不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抓的前5天，萨满就预言了，就是这张照片上面这些萨满哦，他竟然在12月的那个29号，他们在当场就预言，而且是一位女性的萨满，他说马杜罗会被川普抓起来，但是他当时的预言是会被干掉，但后来不是干掉，只是被抓起来而已。那所以说萨满当时已经被人家说哇好准啊，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最佩服的是什么？你知道最准确的叫做小叮当，小叮当漫画。那为什么？我解释一下，那小叮当漫画，哆啦 A 梦，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就知道说啊，那个大雄跟静香，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嘛。你知道吗？他以前就已经讲过一个，我们小时候看过，可是你绝对不记得，叫指引天使。指引天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很啰嗦，他一直在讲，然后你就讲不要讲了，你很啰嗦，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现在的 GPS。你会不会觉得跟真的一样？因为 GPS 就是它常常会导引到一个你不对的地方，对不对？你要啰嗦，干脆把你关掉。可是没有它又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哆啦 A 梦那时候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可能50年后会发生这样，因为那是1970年代的漫画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可是现在实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追踪纪念章，它就是什么？他说你只要把那个纪念章贴在人家的身上然后他就可以用雷达地图找得到。当时就已经想到雷达地图了对。那这是到底雷达地图叫什么呢？就是有 GPS 的追踪器。所以你就想说，当年他的预言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有很多预言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对美国大概有2万人做了一个调查，说你认为我们到了2020年以后就30年之后，会展开星际旅行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到2020年会展开星际旅行？也就是说目标是火星，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时67%的人相信会开始星际旅行。结果到今天呢？对不起，我们火星的那个火箭还没做好，那个马斯克还是没有做好，还是上不去。所以有很多事情，老实讲一句，是在我们心里会觉得说，应该是会达成目标，但实际上人类的科技还不到那个地步。所以你要晓得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它应该会到了那个阶段，人类可能会不怕癌症，可是到现在癌症特效药还是没有出来，所以人类的精神跟科技还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对于这个泰国的这个神婆Palau他讲的，我是觉得就像小孟老师刚才讲的，你要注意，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他说今年会有3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叫做 HJT，HJT 3个地方 ，H 代表什么地方？夏威夷 ，J 代表什么地方？日本 ，T 代表哪里？就是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战乱还是灾难。通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以意外事件比较为主。也就是说，可能发生航空灾难，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说那个你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事故。我觉得 Palau 的这个预言蛮准确的。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管夏威夷或日本或像台湾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各位观众也可以拿来参考看看。小孟老师，因为台湾跟日本其实大家比较关注，尤其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喜欢去这2个地方。那老师怎么看？有什么要提醒的？好，就是说，像很多观众朋友有没有之前不是2025不是说7月
5号嘛，会发生，对大地7月5号，震，对，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之前我还是去日本，好，那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那老师你不会怕吗？我说其实都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会讲得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发生。其实这个夏天呢，非常的有话题哦，因为日本的漫画家龙树亮，他对于这个今年的7月5号会做出大灾难的预言，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变成像是漩涡一样了。非常多的 YouTuber， 非常多的自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还有越来越多的不同流派的理论哦，都加入分析了。加上最近因为预言这个缅甸地震而爆红的泰国预言家这位女士呢，普莱，她也劝大家这个夏天不要去日本了。为什么？她说有这个三土三水两火的预言灾难，这种说法也越来越被采信。虽然说这个末日论哦，大家已经听了蛮多的，像这个最知名的2012年啊玛雅预言，那当时也是有兴起了一阵恐慌，但最后大家也都是平安无事嘛。所以这个就会是这种东西，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科学家们做出了很多的研究跟资料啊，竟然显示在南海海潮的不确定性加重了。的确，从2025年开始算哦，未来30年发生超级地震的几率竟然是高达80%的。竟然超自然的预言跟地球科学2条南辕北辙的路，在这个节点上竟然走到了一个相似的结论，所以这就很值得玩味咯。那这也确实大家都，尤其是在这个他们说繁体中文区哦，像是香港跟台湾讨论这些事情讨论特别严重，所以在这个去日本的机票也好，住宿也好，都已经退订到人家的观光局都已经跳出来澄清了，说现在没有这回事啊，大家放心来日本玩了，确实已经造成了观光恐慌的事实了。那之前我跟干哥其实也聊过这个话题，那到了今天，其实已经又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有更多的迹象表示，想问干哥，你的看法到现在还是一样吗？不是，龙数量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它能够指出正确的时间跟地点，它能够讲出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因为他如果说某年某月啊不确定在某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啊，有很多预言家就是说他能够大概有一个时间点节点啊大概的位置，但是龙数量他讲得非常清楚，2025年7月5号凌晨4点18分将会在菲律宾、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三角区域的海底发生非常严重的海底火山爆发，熔岩会喷上了天空，然后卷起40公尺浪高的海啸，首当其冲就是日本，然后连台湾、香港都会受到冲击。但是他说，这是我在梦里面看到的，这是我的预知梦。我的预知梦在我的著作，我的龙数量著作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为什么他这个书会大卖？他的预言会被多少网红拿去这个再播一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海啸、大地震这件事情上面，他在15年前准确预言2011年331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他的预言里面11个，现在已经验证了7.5个。在这种情况底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让很多就是对于这些这个神秘事件的这些追随者很崇拜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也多少有一些科学的根据。那他特别讲了一句，他说：“我不是预言家，我更不是占星家，但是我可以看见未来。”这句话非常有震撼力，非常有说服力。我可以看见未来。所以他今天这件事情被很多网红啊、YouTuber 啊去转载之后啊，就认为说，迫在眉睫。7月5号到现在不到2个月了，是不是到时候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呢？那日本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它那个地震预报那个机构，他们就讲说，的确，从今年开始算，这30年之内。那哇，30年不是今年了，怎么办呢？这矛盾嘛，对不对？但是它一样有警示效果啦。龙数量本人讲说，不要恐慌。我认为我今天提出了我的预警，你们都已经开始警觉，会做好安全准备，这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大家不必惶恐。那泰国那个预言家普莱他也讲啊，因为普莱也很有名，他预言了 MH370马来西亚航空的班机会
会不见哦，突然不见。他预言了这个，他也说他今年就很准，他说曼谷会在这个下大雨的就说你会在一边玩水一边下大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分寸了，一边玩水一边下大雨，灾难临头了，大祸临头了，你还在玩水很高兴，可是你正在下大雨，清迈跟曼谷都会淹大水，相不相信？所以他也呼应了龙树亮的预言说，今年是一个非常不平安的年，可能会有一些天灾的发生，甚至也有可能有人祸，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但我想，其实不管是预言家的好心提醒也好，那这件事情会演变到现在这么多人都相信啊，其实也是跟科学的依据，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南海海潮的确这几年的活跃程度是有在提升的，因此有了科学加上这个预言的相辅之下，才让这么多人有这个讲这个末日论的谈资哦。但就是因为说南海海潮的超级地震可能会产生一个连带效应，引发这种关东直下型的地震，这是最可怕的，可能导致这个日本的第一高峰富士山都会爆发哦。而且这不是科幻场景哦，观众朋友，是真实发生过在日本这个历史上的，在江户幕府时期的1707年，当时就有一个永保地震啊，那富士山的山腰就被炸出一个火山口啊，史称这个宝永大喷发嘛。那到了近代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当时也是这个10万人以上的死伤啊，重创日本的经济。而南海海潮最后一次有动作呢，是1946年，当时规模8级的昭和南海地震。那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又轮回到了南海海潮的活跃期了。所以一旦关东直下型地震出现，我很难想象在现代日本这么庞大的东京都会圈，如果造成这么严重的经济灾难跟这个人命的损失，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议员，你的看法呢？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龙树亮，那他过去预言有实践过嘛？因为网络上很多说有的有实现，有的没实现。对。但是光是这张挑的图就非常好，因为在这个1990年代的书的封面上面就已经写到了2011年的3月份有灾害。那就是什么311大地震。对。虽然它后面还有一些补充啊，什么啊，这个其实后面还有等等，但光这个来看，其实是蛮神准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南海海潮的地震啊？那当然它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交界的这个隐没带。科学上来讲，每逢90年到150年，便有机会发生规模高达8级以上的大地震，好，会释放出庞大的能量啊，等等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如果真的发生了，它不单单只是地震，它更是一个连锁的超级灾害啊！因为地震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可能会发生？富士山的喷发。好，那这个富士山的喷发，如果参照1707年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什么新干线的停摆啦，首都圈的电力完全中断，数百万人的疏散。而且呢，光是火山灰的沉积就可能会整个瘫痪东京、名古屋的所有机场和交通的系统，长达将近数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讲白了就是先想象日本被一场超级大的地震摇到半岛，然后东京再来一场本地的直击地震。过没几周，富士山又爆发，把整个城市盖上一层的火山灰，所有的飞机、电车全部停摆，电没了，水没了，商业中心瘫痪，救援无法抵达，这就是恐怖的3连击。好，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有多严重？目前日本政府的推估，死亡人数30万人以上，建筑物全毁230万栋，经济总损失约新台币65兆，灾后重建期预估要10年。而且呢，这对全球的生产供应链也会再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跟打击，包含全球的汽车啦、晶片啊、精密的机械市场啦，那甚至呢是很多的金融业，那因为也都有投资日本，会有了巨大的问题。那这个预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就是因为它除了有预言本身，这个作者的神秘性，而且其实是因为科学的事实跟这所谓的历史潜力啊，有了更多的密切性，才让大家觉得更为可怕。对。就这么多，我们说预言也好，科学的理论也好，还有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各种因素集结到一起，才会让这个7月可能产生的南海海潮事件啊，这一次引发这么大的关注。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不管是日本人也好，还是像我们台湾大家生活在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好发区哦，其实我们对于地震来说真的是已经不陌生了。地震的恐惧跟造成的这种创伤，已经是深刻的刻入到我们的这个 DNA 里面。但我很佩服日本人，是他们以此为动力哦，那发展出了这个世界最强的防灾体系。那
我们都说灾难你可以一天不来，但是不可以一天无防灾。主编也认为，日本人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警示跟觉悟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确那个地震是真的不可能战胜的。那地震只有说你来的时候你面对，像其实台湾我们常就有一句话，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小震不必跑，大震跑不掉，这是其实真的是事实。我们在台湾，我们住这么多高楼大厦的民宿，真的碰到地震的话，你也是跑不掉。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如何能够，比如说强化我们的建筑法规，让我们的这个建筑耐震系数能够提高，同样你看像日本，它其实在做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让这个透过都市更新的这样一个方式啊，让市区的这些老房屋啊能够重新的这样一个改建，而且呢，它整个这个都市体系里面啊，它把设计任何建筑物以及所有这种空间规划上来讲，它的防灾都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是2027会不会大陆会不会武统台湾呢？这个是真的预言还是一个假议题而已呢？这是还是美国自导自演的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请3位嘉宾做解析。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来看到中国会在2027犯台，根本不是中国说的。最早提出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其实是当初美国的前司令戴维森他说的。他当时在2021看到画面他曾经提出过呢，共军可能在2027具备犯台能力。You know, when I talk to officials, and I'd love your view on this, our intel community, the common theme I hear with regard to China's actions under Xi Jinping's leadership is alarm. That's a phrase that's used a lot, alarm. And they point to things just within the last year, the COVID outbreak and the non-cooperation that China's ha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border conflict with India, and cyber attacks that were probably launched by China against India, major cyber attacks, an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allies in the region, Australia, crushing dissent in Hong Kong, very aggressive military ac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South China Sea, Japan's EEZ. Do you agree these are alarming maneuvers? This is within the last year. Yes, sir. And what does this kind of do to your timeline if you're extrapolating out with regard to any potential conflict or time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when you look at how aggressive Xi Jinping's leadership has been? I think our concerns are manifest here during this decade, not only on the development, the numbers of ships, aircraft, rockets, et cetera, that they've put in the field, but the way they're advancing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ll, in combination with everything that you just cited, Hong Kong, and Xinjiang, and Tibet, and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 worry that they're accelerating their ambitions to suppla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leadership role i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they've long said t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by 2050. I'm worried about them moving that target closer. Taiwan is clearly one of their ambitions before then, and I think the threat is manifest during this decade, in fact, in the next 6 years. 结果我们看到立刻之后就有媒体智库军方立刻不断的在讲这个犯台的时间表。今年有火上加油的部分3位重要人物，包括了印太司令，还有美国的这个白宫前国安会官员莱特跟美国的防长等人，都不断的在抛出2027年的犯台论，成为现在国际间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那其实呢，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的国会自己有人是看不下去了，这个是众议员唐宁。唐宁这样说，他认为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他不会玩这种所谓4年一选的这种短期操作。他们在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都是跑这个100年马拉松。但是美国是用自己总统任期来预测人家的行动，他认为，所以这个2027的预测是有问题的。再来看到美国也频繁的操作中国犯台论，但是被质疑是不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逼着日台韩等等的盟友增加国防预算，不断的去买美国的军事武器。第二个就是说，希望防卫中国大陆的这个事情，重责大人要自己移交给东亚的盟友，那美国就可以不用再做世界的警察了。中国大陆真的会在2027犯台吗？我们先请3位来宾帮我们举个圈叉，1、2、3。所以赖老师是中间，等一下我们请赖老师来看。委员，我们先来看这个议题。中国大陆要犯台的话，
今年就有能力换台，所以不是能力的问题。他从去年就有能力换台，去年没换台，也不是能力的问题，早已经有充分的能力换台。重点在哪里？他现在还没有意愿换台，因为他考虑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强调一个指标，叫金融指标，是他的政治决定要不要换台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看他中国大陆外汇存底在美国存多少钱？他现在在美国还存了3兆美元。然后其中有7000多亿的美国政府公债，美国的民间公债有1兆多。换句话说，如果一换台，美国把它这个3兆的美元存款全部冻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马上崩盘。所以这个关卡上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还没有意愿换台。如果有的话，他会把这些美元资产全部换成黄金。就他没有换成黄金，或者慢慢的换。就表示以现在换成黄金的速度，可能换到2037年啦，对呀、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换台，是因为没有意愿。那美国为什么要炒作了？因为美国的军力的建设虽然花了很多国防经费，但似乎已经比不上中国大陆的海军啊、火箭军啊，已经比不上了。所以他们为了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创造一个外部有利的敌人。那找中国大陆总是比俄罗斯来的适当。那中国大陆越来越强，他要换台了，你还不赶快加紧国防预算？你还不赶快让我们做太空的什么那个黄金穹啊？对，金穹对。来花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单方面的需要，而不是真的中国大陆会在2027年翻台。所以委员认为大陆有能力，只是现在目前从金融指标上面来看是没有意愿翻台。那张建老师也举差，原因又是什么？我想啊，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有很多时候你有那个能力啊，但是你未见得，诚如我要呼应啊委员所讲的，未见得是时机成熟。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中国共产党。那呢，你假如以共产党的角度去判断中国共产党，你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假如他今天对台最重要，为什么坚持和平统一？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假如真正动武来收台湾呢？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案例，那个福安康跟康熙他们是满族，他当时还没有完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华文化的熏陶之后今天去判断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模式我们要多一点中国，少一点共产党。它的中华文化的底蕴才是真正现在纵横捭阖，在这个国际社会之中这个看大局、做大事真正的本钱。至于呢，这些所有去随便乱猜对不对？这个2021年配合100年党庆已经跳票了，2027是因为21届的21大。对不对？所以大家在那边猜也是建军100年，2049是因为建政100年。至于呢，真正答案是什么？今天早上没有国台办官员打电话给我，假如有打电话给我，我也预备压个几年之后用来写文章，然后呢就讲，哎呀，当时我应该把它给暴露出来的。是好，同一个问题呢，赖老师觉得其他国家到时候会帮忙吗？不会，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龟孙子，都是一张嘴。俄国跟乌克兰就最典型了，俄国跟乌克兰打了3年周边的国家每个人都叫得多大声要制裁谁，要制裁谁，要制裁谁？大家问说你德国要不要派兵？你法国要不要派兵？你美国呢？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吗？你把军队派过去不，这怎么能派呢？西北西斗右，当西北斗这个代表什么？北约。盟国而且呢还有边界线的，他的部队可以直接就进去了，一个国家都不敢派，一个兵都不敢派。海岛美国要船要上岸，那个死光船还没上岸，靠港的时候还没靠，开始减速的时候，一艘一艘美国船就被打到海底下，速度都还没有靠港，全部都被打完了。我这样讲好了，要不要打由台北决定，要打多大由华盛顿决定，要打多久由北京决定。